dance through grasslands, breath, cliff edges pierce the sky ahead. You grip the wheel, I trace the path. Rope coils loose, a silent thread. On the cliff, our weights combine. Tie the knot alone, a truth defined. We're tangled ropes, we're breaking free. A common ground, a separate sea. Enough, enough. 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24小时看病买药，平均30分钟送达。本节目由999感冒灵赞助播出，爱人先爱己，暖暖在乎你。本节目由懂车帝二手车赞助播出，大平台有保障，放心买车就上懂车帝。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4、周5 12点更新，会员抢先48小时看正片 ，SVIP 额外抢先看下集。周3中午12点尊享爱人悄悄话，周6中午12点尊享会员加更版。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4K 更清晰。华为用户升级到鸿蒙5.1，参与鸿蒙有礼免费领取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再见爱人》第5季。最痛苦不是单身，最痛苦是你有另外一半，但是觉得孤独。哦，好早，早上4点半。哇 ，Anson 吧。A new day's call, stretching my limbs, about to give it my all. One whoa, bam, Shazam, 矫健的步 the 伐。 world's my stage. Yes, I am. 这个训练场地也太棒了。看走起，你能看见太阳升起来，看一步一步，希望我跟他都是一样，慢慢再起来，每天都一点点。不能放弃，不要放弃，再来 ，Let's go！ 祝你成功。 But this joyful feeling's one of a kind. Who needs coffee? Who needs tea? 全世界都是他的训练场。是啊，斗志。今天早上我爬过去那边，一路去一路去。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可以一起过去那边。Yes sir。好，来吧。一起练了。私教课。OK， 我说你跑往前方，100分，我说你跑60分。嗯哼，速度。对。OK。给你30秒，去吧。OK。不急的，60%，OK？ All right。哦，他好会教哦。是不是？而感觉是因材施教的那种。对。预备。OK。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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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拳的步伐，好有活力啊！你看我现在这个是什么？是什么？负重是不是？负重，应该是跆拳道的那些带子吧？跆拳那些带子？哦，还不是，这么搞笑？哦，阻力伞。背着伞跑啊 You got everything like 哆啦 A 梦。OK， 我先做给你看，放，你跑。看见没有 ？Let's go！ OK， 来吧 Let's go。 OK， 轻轻的拿住。去吧。还不错呀。远一点 ，OK。啊，多累一点就没有时间吵架了。啊，是啊，没精力吵架。有道理。我没问题。还人。好勁啊！你好勁。冇啊，你個相好勁啊！
I like it, I like it, I like to try。很好的尝试。哇，在这里吹着这个风，对吗 ？Brace。哇，我愿意去跑哎，出汗挺舒服啦。我喜欢我起来以后一定要做一些锻炼，然后有一些汗流下来，今天的动力才会满满。对啊，状况才会好。耶！再这样，慢慢回去吧。 Doing the cliffside waltz, my friends. Yeah, the cliffside waltz. 回来了，他们。真是回来了。我多訓練我，多訓練我。小島刀，哇！櫻桃小丸子㗎你，幾可愛㗎你。哦，我去跟他打个招呼吧。来了嘛？来了。对，不能忘记他。早晨，早安，很热今天。不能忘记他，一定过去跟他打个招呼。对，常常忘记他，现在不能了。哇，哎，看好亮哦。Thank you。 Beautiful 啊。Anson 是不是有点多了？你帮我赢件城市。当年帮你拍照了，怎么美？来吧，浑身全身，哇，全身。出片的。这个打扮好看。哇，这个好看，对都。很丰富啊，这个，2、3，哇，看，哎，这个好看不懂。还不，还有一个，这么美，才能拍这么小了。再来一个。哇，准备出发喽 OK， 出发了吧？出发了，拜拜。等下见。这里有一个小卡片哎。哦，今日份惊喜福利由一口丝滑、情绪良好的德芙薄荷巧克力送上，希望爱人们在旅途中找到彼此最舒适的愉悦与从容。清新薄荷凉感，稳住情绪，一口就能凉下来。耶！哦，我喜欢吃巧克力。我从来没吃过这个口味的，新的吧？而且是黑巧克力，所以不会很甜。Go go go， 出发喽！好棒哦！哇，好美啊！湿地。对啊，有好多牛力。真的美到像 AIP 的。是啊，羊群。哎，你们可以给我那个橙子吗？你就调过来吧，你调过来。哦，谢谢。他们说了，导游其实更偏向于管家，就是这种。那你当10几天的导游？没有，我那个手册写的是5天。那下一次不是再选吗？嗯，就是每一组轮流5天。你们那个组，我觉得二哥他很操心，他也。你是吧？他肯定什么都不管的那种啊，对，什么都要，他什么都不管的。我觉得二哥还是喜欢就是照顾人，就服务型人格。他在外面跟在家里是不一样的，所以他需要有个后方。在家里就是什么都不用管，然后所有都要人家服务他，在外面就很客气。当朋友好了，对呀，当朋友更好。被 Q 到了。哎呀，昨天我们还说了，我们做拍摄的时候还说，摄影师问他就是不喜欢我什么，他说哦，那人他最喜欢就是有一个又有能力又能干的女人，就是他喜欢工作的女人，但是又温柔。那这个很矛盾啊，我喜欢一个很还有能力的人，对，同一时间能不能
照顾这个家庭。他喜欢有能力的人，但是又温柔，又就是很奇怪，有小鸟依人。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所有男生都想的？不是所有男生都想的。他希望你内外兼修，男人就是这样子，想要又想要，在他那儿要服从性很强，什么都听他的，还能照顾他、伺候他，在外面自己在外面还要独立，还要能赚钱，想什么呢？原来我们男人想的这么美啊！我怎么从来没想过？我们现在好像在提倡女生不要结婚一样。没有，不是不要结婚，要选好。要选好，也有男人照顾女生。对，我觉得是不要让社会的一些压力给到你，什么时候一定要结婚，不要勉强。就像是说你8年了，你怎么可能还要分手？但是我就不想要，因为大家给的压力，然后就觉得一定要结婚，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的生命，之后的时间也是我自己过的嘛，不是别人说的容易，但过的是我嘛。所以我一定要很有信心，这个人是可以陪你走下去，很开心，或者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的人，那你才可以跟他嫁给他。对呀，对呀。最痛苦不是单身，最痛苦是你有另外一半，但是觉得孤独。这个是最痛苦的。有另外一半，但是觉得孤独。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24小时看病买药，平均30分钟送达。本节目由999感冒灵赞助播出，爱人先爱己，暖暖在乎你。本节目由懂车帝二手车赞助播出，大平台有保障，放心买车就上懂车帝。本节目由华莱士赞助播出，全鸡汉堡就是配，爱人共享好滋味。本节目由双晶赞助播出，儿童补钙有高招，双晶钙锌小金条。蹲现场，10点半开响。用动感地带芒果卡重逢热爱，直达现场。这段时间你们有什么感触吗？感触啊，就是觉得其实有很多比爱人更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好好吃饭、睡个好觉，去做个医美保养一下。感觉这里很适合做一个美团医美的广告。那想做医美的朋友，推荐给大家可以在美团医美的北极星医美榜上找靠谱机构和专业医生，都是经过严格的评估，安心靠谱。先去见更好的自己，再见爱人。彩虹哦，彩虹美，真的耶，一小片。刚下过雨，好美耶，好大的彩虹。好久没看到彩虹了。是说风雨过后都能见彩虹吗？好意头，挺好的，好意头。哇，这云好美啊！我们准备要下车了。哦，野餐呢？沈阳哎！哇哦，沈阳就在旁边。哇，还有火车哎！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是那边上有个超级小的，它跟着吧嗒吧嗒跑。那旁边应该就是他妈妈，头黑黑的。哦，那个黑头，好可爱哦，黑黑的。太可爱了！拜拜。你妹才会跟着你妹。好可爱，好看！哇，跑起来挺快。哎呀，哇，成群结队的，好可爱。好美啊！好靚，你睇下成個嘅鏡咁。哇！哇，那个波纹一点一点的，真漂亮。这种地方应该还是会很想手牵手一下吧？对，撞不过你，怎么那么厉害？啊，对不起。那就是喝下午茶的露营，好美啊！好靚。哇哦，你看有宝箱哎。哦耶！金币怎么着？今天让我们花钱呀？我要坐边边，这样我就可以看到大家了。我昨天坐这个位置，我看大家说话，我是这样。哦，这样子啊。我就听人讲话，我得看到那个人，不然我就难受。所以我这个位置好一点，比较好看。我们是吧？哎，是的。你领导开会呢？那不是。这个好吃哎。真的吗？
我拿给。那里还有笔，俾嗰個俾我，最左邊個係幹嘛用的？蘋果。唔係桃子，桃子，幾好味㗎。幾好味。哦，有任務卡。金钱人格标签。今天我们将通过这个小游戏，探索在你们眼里对方的消费观和投资观是怎样的。哎，这是新环节，对不对？對，以前沒見過。没有过。请嘉宾们按男女分组，为伴侣挑选标签。如果陈列架上没有你觉得贴切的标签，也可以在空白标签上自行书写。每人最多选3个，贴在各自伴侣的身上。可以贴3个。哦，为对方选。伴侣如果同意就保留，如果不同意，我们进行辩驳，由现场其他伴侣进行评判。超过半数认可他的理由，即可撕下该标签。好，来吧。那我们女生组先去挑吧。加油，加油！哇，刺激！太刺激了。瞎折腾的投资者。面子工程师，铁公鸡1毛不拔，笑那么开心。这个肯定是一个的。财政大权，我们家是的。哪一个是很谨慎，但是还花很多錢？這個。你聽唔聽得明啊？剛剛他講。明白。那就大概。不喜歡的可以跟他辯論。我選好了。小豆子，你谨慎點選哈。我們給它貼上身吧。第一個是財政大權掌控者。啊，沒有啊，我的錢有一半在你那裡啊。等一下再反駁。朋友圈的提款機。這個是節省錢王。哇，這還不錯。哇，貼滿。省錢王。brother。省錢王。口口搜搜花大錢，面子工程師。OK。男生去給我們貼標籤吧。好，來吧。麻煩你們跟他說一下，他可能不太明白。丟給我了。對，來吧。短視頻購物喎。哎呀，短視頻購物狂。我呀。短视频购物狂，你怎麼可能是短視頻購物狂？還不了解我。我覺得。哥哥，你要好好的翻譯一下，每個解釋一下。你有什麼不清楚的，你來問。沒有，可以的。我感覺我也得寫一個。短視頻購物狂，你知道這個是什麼意思嗎？你買很多東西要在網上是吧？沒事，你待會再說。網購。朋友圈的提款機，人間清醒機勝期。節儉省錢王，花的比掙的多，好難過。這個是跟風購物，跟風購物真無語。OK， 我們接下來以伴侶為單位，互相闡述為什麼給對方選這個標籤。那我們先來吧。來吧。Stand up。OK。我解釋一下，就是節儉省錢王，是因為他是一個很經典的金牛座，他不會亂花錢的，但是該花的地方，他比如說孩子啊這種的，他絕對也不省着的這種。挺好的呀，很好的評價啊。該省省，該花花。該省省，該花花，所以是節慳省錢王。Yes sir。朋友圈的提款機就是，他是一個很有義氣的人。所以就是朋友們跟他借錢的時候，他會覺得很難拒絕。哦。但是這個錢就是借出去的錢是有去無回，很難回來的。對，是的。借他錢的那幾個朋友啊，你還有人看一眼。你趕緊把錢還了，不然。他們分別是誰？不然我給你發訴訟啊！這個，點。財政大權掌控者，不是說花錢要怎麼樣，但是家裡的錢支出都是他賺的，只不過可能出口是我們，就是來源還是在於他。這個其實還好，他因為我們家裡的。其實這個還有另外一層意思，你確實是掌控者，他在分配。他雖然把錢轉給我了以後，有一次吵架，他還問我，他查我的錢去哪兒了。他給你錢是給你花，還是說你來支配家裡的開支？就是我的錢直接分他一半。我是說有一次我們在聊天，我說，哎，你是不是這個？我在想安全感這個事情嘛。
然后那我想他如果觉得没有安全感的话，那我干脆直接给你转一大笔钱，然后免得你每个月要去。他想在之前是亲密付，他的亲密付，他会觉得每次刷卡他都有短信过来提示我，他会觉得不舒服。我说那与其这样子，我就直接给你。确实我自己没有一个独立的经济能力和底气。好像被监视了是啊。但他那一次查我的那个吵架，他就说：“你把你手机拿过来看，你钱都花哪儿了？告诉我。”其实我蛮难过的，就是虽然钱是他转给我的，但是就是要看，就感觉很受控于人，我所有东西都要跟你解释，一笔一笔跟你讲，哪怕我没有乱花钱。这好不舒服哦。那天是吵架。他就觉得说他控制了这个经济的来源，他想要给我一点威慑，他就是知道你的痛点在哪，他就会在吵架的时候拿那些痛点来戳你。这样一句话其实就是会马上让我感觉到被动和不好的感受，不信任、侮辱，以及就是我是一个寄人篱下的人，我不是这个家的一份子。所以当时他妈也震惊了，他说：“你干嘛呢？你赶紧把手机给人家还回去。”我钱没有1分是乱花的，所以说你查，我把那个流水发给他，我说你随便看，没回复，不知道他看了没。伸手要钱的感觉。是的，这个好不舒服啊。有一阵子，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就提到这个钱上面的事情了，因为我除了这个转账之外，之前我还七七八八的给他转过很多钱，也有个小10几20个吧，至少，然后他说没了。我说，哎，不对啊，你个账我之前就转了你那么多了，你说没了，我问一下吧。他就说我查账了。就是查账啊。我没查账啊，我没让你把账单拿出来给我了，他自己让我来给你列账单，你看看我，然后对吧？我只是问一嘴而已，他自己很敏感。其实不是说这些都是花完了的，比如说阿姨每个月7000，主要还是给宝宝买一些他们想要的东西，还有一些基本的家庭的水电啊。或者是买菜啊，这种你别小看，其实累积上也是不少的钱。是的。还有花在店里软装啊，一些购置的钱啊什么的。他能讲出这个话来，就证明他是对家庭的消费是有在过日子。我也没有揪着不放嘛，对吧？我只是生气。因为你妈妈打住了嘛，生气讲了一嘴而已。所以我才会就是说，我们开店了之后，为什么我明明知道其实夫妻店是不好的，大家都不提倡的，但是我还是想尽力的帮一点忙，就是能够帮你执行，能够包括我说我来承担这个民宿，也是希望说能够发展一点点自己的事业，能够在这个家里面除了金钱有一点点所谓的自己的价值。我们现在就是又开红宝又开民宿，我们担心会扰民。所以把隔壁租下来了，开成了民宿，只有1间。我们本来就好不容易好一点了，开了个店又开始爆炒。所以为什么民宿我自己说我自己干嘛，不要一起干，因为老吵架的时候会说我在为了这个家付出了什么，你经常会这样问我。我钱也是我的，就是这种。付出了什么？生了3个小孩了。对。哇，这不行哦！他经常会这样说，别人我价值，所以我觉得我可能真的需要实质性的经济上或者是什么能够展现一点自己的能力吧，所以就才会去很尽力的去帮忙做那些事情。我想说让自己有体现出来的明明确确的价值，去发展。你说，display。没什么好 display 的，你说的对。今天还不错哎。对。好厉害！哎呦，你们俩终于能统一了。耶，有进步。姐姐们刚才都很紧张，又来了吗？跟你说姐姐们，我们都很紧张。我以为那一车轱辘要开始转起来了。教得好。真的，姐姐教了我个窍门。你说。哇，聊正步。耶，你来解释一下我这些吧。你俩都是节俭省钱王。我们俩都是那种没有很高的物欲的人，过日子的，过平替的这种。对。然后这个花的比挣的多，就是因为没挣嘛，因为没有挣，那肯定花的比挣的多了。因为那个标签太少了，确实也没什么标签好选。他这花的确实。所以这个重点不是说花的多，而是挣的少。还跟风购物。我要体会一下，我什么时候跟风购物了？
因为他自己本身没什么物欲，所以有些时候他看到这个东西出来了，哎好，因为有很多营销的广告嘛，就比如说出了 AirPods Max， 他说这个好，然后买了，结果从来也基本上没用过，然后没用过，然后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丢了就不见了，他可能哪次带出去。然后像小米眼镜，他虽然没买，但是他就觉得我想要这个东西。你看我没买，我最后是说我不要了呀，我跟你说了呀。但是当时你说很想要这个，我点主要是跟风啊。没买有什么可说的？没买还说呀？就因为他没有自己。我觉得不是跟风，我从来没有跟风买，我都是说我自己觉得这个东西很好。我不是说哇，它现在正火，大家都有这个，像什么很火的之前。某某玩偶啊那些的，就大家都在跟风抢着说，如果我喜欢跟风购物，肯定跟着买。但是我从来没有买过这种就是大家都在抢的爆单，所以我其实从来没有跟风购物过。也对。我身上同款都很少。确实没别的写了，只是单纯的跟风。撕掉，姐姐哥哥们同不同意我撕掉？没人说话。是的，我们有这个都没动静。我们有一个这个环节，就是我们有争论的时候，你们来投票，你们觉得这个东西符不符合？就你俩说的都不够，对，不够让我们判断。我从来没有这样。他买来的东西他自己不会用，那只是说我买东西买的不合适，就是3分钟热度。对，3分钟热度。但是我没有说跟风啦。对，那你撕掉吧。撕掉吧。我也同意。哎，非常好，恭喜你。谢谢。好，好了，你们俩来。好，来，面子工程师。这个点是什么？因为他老要抢埋单，因为他就是我如果有100次埋单，他能抢的是100次。哇！有一次他就是要抢埋单，结果因为没有抢到了，他就叫那个服务员取消了之前的单，再刷过。哇，好想跟你做朋友。这么激烈，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一定都会多去找你的。这样很好啊。就算他说好的，就是我请你们吃饭，都还会抢啊。对。你们会在那个买单结账前就是打架吗？他会跟那个服务员讨论好久，然后就跟他说你这样的就是说很久，就怎么都要说服到那个服务员让他买单，或者是其实他基本上一到了，他就会先把那个卡先给那个服务员。对，好像何老师，何老师就是买单王，崇高的品质。我为什么会这样做？是因为我爸很小就告诉我，你要分吃这个餐，你就需要买单。我人大了，我出来工作了，我有能力了，我就买单，就这样。对，他是对的，这样。家庭教育这样。我们家庭吃饭30-40个人最基本，对，都是我爸买单这样。对，所以他就告诉我2件事：做好人，你做什么没所谓；第二，你有能力了，你要去买单，而这顿饭你有份吃的。我不需要知道你吃多少，贵与不贵，这个我不管。家教好，这个多多少少啊，也是男人的一些面子嘛。对，我觉得是面子问题。节俭省钱王。就是他会这2个就矛盾了，好多的东西都会不太花钱的，因为就比如说我们去旅游呢，我喜欢住的好一点的酒店，但是他就无所谓，你看到他其实他在地上睡都可以睡的。是你都在帐篷里睡了？没有，如果我在家里，我就自己出去带个帐篷就住了。我家里的酒。那所以他在旅游或者他在这些方面吃的什么，他不挑，他只觉得好多东西都知道太贵了，就不太愿意花。然后如果我要他去花钱去吃上面，我会觉得不舒服，因为我知道他不舒服，我就会有点压力。可是跟他去我喜欢去的，因为意大利餐厅啊这些，比如他生日啊、圣诞节啊、过年啊这些一些节假日。对，我都喜欢。
很少，但是很少会去。但是因为我其实已经养了一个习惯，因为有的时候他会去，然后他会看，哇，这个几百块钱一个怎么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很影响你的用餐体验，很扫兴啊。所以我就基本上我现在就是我最后呢，可能这几年我都其实我们都没怎么去这些地方吃饭，因为我觉得他不就默认不用问他了。对他不喜欢，那没关系，我就跟朋友去。对，他很实际。对他好像很多东西都是很省，但是呢，到他自己喜欢的东西呢，天哪，就会花好多钱。他有一个什么水上单车啊？水上单车是什么东西？是那个可以跳的那个吗？对，不就是在水里踩的单车。很好的，你这个也太刁钻了，这个赛道怎么会？他就很喜欢，就去买了50台那个单车，拿来租赁吗？就觉得学生会喜欢就会要买，所以他现在代理回来就会卖给别人，因为他自己很喜欢。但其实他没有想过有没有人想要，他是好喜欢的，就花好多钱。你喜欢吗？那个单车？好玩，但不是有50台咯。对。回本了吗？现在还剩多少台？没有回本，还剩在那儿的，还剩在那儿的。他是瞎折腾投资者，这叫对，是不是？但不是投资，这个不算是一个投资，他是喜欢收藏，就是单纯折腾，根本没打算投资。 50台也太夸张了。对。哎，还有一句。什么？你说？我之前是这样，未来不是这样了。OK。以后会改。花这几天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对啊，其实太多也不好，不要说太多。OK， 好的。好的。 那我呢？到我了。是什么？朋友圈的提款机。提款机。我为什么挑这个？因为他对我们家人啊，他的朋友啊，很好的。他们生日啊，什么，他都会记得他们，买礼物送给他们。他不在香港，他都会这样。仪式感很满满。对。但不是提款机啊。对啊，这只是一个人情做的。提款机是借钱。 刚才我跟你说噻，你不是这样说的吗？啊！我不是啊，我跟你说，你都明白吗？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某问题。我也听到他说某问题，我明白。那是吗？你有什么不清楚的？你来问。没有，可以的。所以我这个可以重新写一个。然后应该怎么写啊？这个问题。就是对亲朋好友特别的大方。大方。 这样吗？好的，大方可以，这个就不用提款机了。大方。那这个呢 ？OK， 这个人间清醒可以炫技啊，我觉得他很厉害，是他买什么都很清醒的。嗯，对他不会乱花钱的。乱花钱。因为我从来不是我不是这样的人。 所以分别很大的，所以对，我是读会计的，我从小到大都是我其实10几岁开始就已经计算我的每个开销，这个月我买菜了、煮饭了多少钱，然后这个就是我买的喂狗的花多少钱，或者怎么花多少钱，这个就是有分一个类别。对，是的，然后要很有用的我才会买，这个也对。好，还有一个吧。 短视频购物狂，这个我就不太理解了。OK， 你先用我说吧。又来了，因为很多时候我都在家嘛，你工作在外面，很多什么快递过来，很多大小的。但你知不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家用品。给我们家用的吗？很多时候都是。也有，然后也很多是保养品，因为保养品要一直买，所以他会继续的寄过来。哦。购物的很少购物。那我觉得计算机那个超符合你。对，这个是我确实是一个计算机。所以你可以这个拿掉吧。好，拿掉。好没坚持啊。全部都是夸的。就这样吧。好的。OK。可以。 我们每个人的标签现在就定住了。这样好。
现在我们要前往猛犸象公园，入住我们的绿皮火车民宿，走吧 ！Let's go, let's go！ 嘿。这么刺激的吗？哇，这一段厉害啊！上来就是钱，真的，这个话题很刺激，很劲爆哎。就比如说恋爱的时候啊，我们就可能不太涉及到钱这个概念，可是成为一家人了以后，就是婚姻当中是不是时时刻刻经常会提到钱这个？对，我觉得婚姻关系里面就有这个经济关系存在的吧，很重要，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吧。我觉得《再见爱人》每一季的路其实有进阶，其实它的内容都在进阶。而且《再见爱人》以前也会聊到钱，但好像不会那么深入的像今天这个去讲这个钱怎么花，就好像以前我们会有一种，我们聊感情就不要聊钱了，聊钱会不会谈钱伤感情？对，因为柴米油盐酱醋茶都要用到钱。但是我觉得刚刚看那些标签，感觉猛一看都是一些比较贬义词，但是贴到不同的人身上，我觉得就不同解释。像他贴到梁松身上的时候，其实是很多贬义词，可是呢，美颜都会用一个很美好的解释来解释这一些东西，比如说他朋友提款机，他解释是他非常的有义气这一些的，对，所以这也存在一个，就是我眼中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金钱观是不一样的，对吧？是。这一季能把这个话题用这种方式去引入它，这个很像我们咨询里面的一种技术，叫循环提问，互相的来讲述你眼里的我和我眼里的你，然后在这个互相交流的这个过程中去对齐他们原来没有对齐的那个信息，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技术。而且婚姻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制度，首先就是从经济的方面来维系这个关系的。对，所以经济在婚姻关系当中其实还真的是一个挺支柱的一个东西。对，但是我一直认为，就是最浪漫的、大家所有人最羡慕的爱情的背后，其实都逃不过柴米油盐酱醋。我甚至觉得大家在一起核对这个月花了什么钱，这个也很浪漫，对，这个场景就很浪漫。浪漫有一部分是体现在生活的合作的细节里边。是啊，对呀，因为这个家是你们共同拥有的。对，我觉得对账单会不会有矛盾？就他会像梁松和何美妍这种。他可能就会变成一个追责现场，这笔钱是不应该花，是谁花的？我就跟你说这笔钱不应该花。那主要是对账的时候看是什么氛围。你看我上次就跟你说这笔钱你不应该花吧？这还好。和乐的氛围里面就会很愉快。哎，我们要不然我们一起来玩一下那个游戏？催更团的朋友们，我们也了解一下对方的标签或者自己的标签是什么。哇，我好好奇你们啊！是给自己贴吗？对啊，当然也可以自己写。好，选完了吗？我们都好了，选完了。选完了。这个垃圾，来给我喝 Papi 好了。垃圾都给我们吧，我们最喜欢垃圾了。这什么梗啊？我们两个很喜欢打扫，清洁类的那个 soul mate 灵魂伴侣。嘉哥好像是圈内非常有名的，爱打扫，爱是的。我呢也不遑多让，你把它摁在里面，然后就开始刷，擦过以后，它就会立马挥发。我加购了你推荐的那个鸡毛掸子，可以伸缩的，哎，一模一样。天哪，我们太值得结婚了吧？结婚。好，那大家都给自己贴上标签了哈。我们来看看心如身上的。我吗？这个就是现在都会变成是一个网上购物，一刷就买，都是小东西，觉得自己没有大消费，但是这些小额的消费起来，我觉得好像也蛮可观的。9块9包邮买了100个。对，有为了省运费，然后买更多。对，是的。我还没到之前，那个已经有好多快递寄到酒店了，因为寄回家运费贵，来这边运费比较便宜，自己人工拎回去，是吧？人工拎回去比较便宜一点。胡老师，我也有啊。财政大权掌控者，就你自己而已啊。对呀，我也就自己啊，所以就自己来管一下自己吧。对，不得不管，然后也没有人帮我管。
所以我就哎呦，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在发什么要求？没有人帮我管，我就自己管。然后这个呢，就勤俭省钱王哦，省钱王，因为我觉得会花钱，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就是从性价比到质价比，就这件事情我是非常的有兴趣，热衷于这件事。对，然后比如说，因为我们平时飞的很多嘛，就我如何用什么样的钱去买这个机票，然后加上我里程的积分可以更便宜，哇，就那个我也会很爽。哦，厉害。如果是组一个就是朋友们去旅行的话，你一定是那个制定行程，所有的都安排好的那个人。棒，我好喜欢这种朋友。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比我还厉害的。这算是雄竞的新赛道吗？好可惜啊，这样的人还单身。希望第6季的时候你不单身了。厉害，厉害。好，我们来看看 Papi 的。我是什么？财政大权掌控者，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家我赚的比较多，所以财政大权是在我手里啊。然后短视频购物狂这个没办法，这根本顶不住，完全停不下来。你也要买很多？买，我昨天晚上躺在床上想，哎呦，今天还没有买东西。真的吗？哎呦，难过啊，真的难过。有一件事情没做完是吗？而且我真的有时候发现我是不自觉的就打开了购物网站。我有时候，比如说我想打开一个 DeepSeek 或者百度这种。我的手不自觉的就点向了我的购物网站，我刷了几页之后才在想，我刚才到底我刚才要查什么东西，想不起来了。然后就是抠抠搜搜花大钱，这个怎么说？比如说啊，我特别想买一个直板夹头发的，那个直板夹大概要1500到2000块钱之间，这个东西在我的购物车里面躺了1年以上。然后呢，我那时候想，直板夹需要那么贵吗？我买了一个200块钱的，用，哎呀，好伤头发哦。然后换400的，对，买了一个500块钱的，加，觉得哎呀，这个也不太能出差，又大又沉，线又长，哎呀，看看150几块钱有一个不带线的，一夹头发焦掉了，知道吗？到最后我在直板夹上面花了超过2000块钱的直板夹，每一个都很便宜。就是抠搜，最后现在买到中意了吗？前2天买了。前2天我想我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哎，你们家那一位是什么样的？我们家那一位应该属。你可以给他选一个什么吗？标签？我可能要自己写。他是恩格尔系数非常高，就吃花很多。是，就是我老公是一个。他是一个零物欲、零开销的人，他只对吃的东西感兴趣。但是呢，现在随着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他也快40了，也不能吃太多。对，他可食用的这个范围越来越窄，所以他的开销就变得越来越小。心如呢？你的另一半的消费观是怎么样的？他呀，他其实对自己蛮节省的，但是对家人很大方。像他一个手机用了5、6年了，那个壳啊，上面那个面板都裂了，他也不用换，没关系，就是还能用。但是家里女儿想要买什么新的，立马买，这样。对家人非常的大方。哎。铁公鸡1毛不拔。其实我是在单方面的，就是在朋友借钱这件事情上面。因为我就是说有过无数的例子，其实最后就是失去了这份友情啊，感同身受，是不是会失去？所以我就后面如果是预算以内的话，那我就当做给你，我就觉得是啊，那我也没有想要你还。这个意思。好了，我们回到这对夫妻身上哈，就是美妍跟梁老师啊，他们身上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比如说支付家庭费用的那一方就觉得我给的是够的，那另外一方花钱那一方就觉得其实这些都不够。为什么夫妻双方会有认知上这么大的一个差别？对，有的时候这个经济上的安排是他们的关系的反应，这个经济没有安排好会恶化关系，其实它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不太喜欢说经营婚姻，因为经营婚姻是像公司，就像公司，经营是一部分，但是感情啊、爱啊，你是要滋养的。它是生物一样，但是像他们里边有一个东西我不是很舒服，好像这里边有一个供给者和一个使用者，然后供给者呢就是说我不知道你花哪里，好像我给的够多了，而那个在超市家务的人就总觉得不够。买单者和使用者是吧？对，
但是婚姻当中所有的财产都是，除非是婚前公示，都是共同财产呀，这应该是一个共同决定。但在这里，像梁松美妍这一对，这个钱为什么是说，我觉得不够，我觉得很难，羞于启齿来说要增加预算，但是那个人总觉得好像。我一直在要，对我你老是要钱，你一直要，我一直这个为难本身是有问题的，好像这个钱不是我们的共同财，是你挣的，这是不太对的，我觉得。对。那我们再把就是自己的那个感觉带入到美妍身上，因为梁松是主要赚钱的。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他们俩原本如果不是这个家庭，是有很好的事业发展前景的，对吧？所以这是双方的一个决定。现在变成是我花你的钱，然后就要向你来报告，这个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对。而且我觉得亲密付这种，哪怕对方对你付的任何一笔钱都没有意见，但只要他有一天问。这笔花费是什么？是的，这个极其不舒服。你为什么要买？你不是已经有了？就他哪怕是没有任何恶意的来问你，你依然会觉得，对你依然会有一种被侮辱感。所以就是这种查账对于你们来说是完全不可以，不可以的。不行。就是如果你本身就感觉到我在这个家里，甚至是我在这个环境里面，整个就是失权，那这个查账就是一种侮辱。但是如果像刘琴老师家里这种，我们俩就是平等尊重的关系，那这只是一个事物。可不可以提一个共同的基金？钱是一起的，没错，但是你真的是一笔共同的基金来负担这个家用、家里的管销啊、吃喝玩乐啊这一些的。对，有个池子。我是觉得有很多这种就是家庭里面的这种消费啊，你不持家你是完全不知道的。是的，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买些什么呢？你每天也就什么60-70块钱，有时候下2单，鸡蛋、牛奶、面包、菜、蘑菇，什么肉，你花在这些方面。然后我有时候会发现，每一笔不多，看上去。对，然后我又在网上的超市，我又花了很多钱，什么牙膏、垃圾袋、抽纸、卷纸，就全都是花在这些。日常用品，对，家里人只会看到我们家一直有抽纸，是的，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抽纸是要买来的，对，不会在那生出抽纸来，以为自己会快递送过来的，是的，家务为什么会被轻视的原因就是，当他一切做好的时候，他就会一切不变。对，是的，你不觉得它的存在？是的，就是不是每个女性都愿意到职场上去工作，有些女性实际上是愿意来做家里这件事情，是的，但是她在社会地位上和经济上都没给予承认，就是地位如此之低，也没有报酬，最后只能说烛光里的妈妈唱一首歌，这是不行的。送给她一首免费的歌。那还有一组就是施华跟 Anson 他们的消费观，好像也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你看两个人选餐厅都选不到一起。那消费观差好远啊！我是真的觉得 Anson 有点怪。他真的像他说他爸爸教他2件事，出去就是买单。对，一个是做好人，一个是要买单。他感觉这2个程序深深的植入了他的大脑，不能违背，不可被阻挡。就哪怕这个单已经被人买了，他还要去抢回来。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太常见吧，这种行为。但他会不会觉得，因为跟施华出去？他做这一些是给女生的面子呢，也有可能，但是真正他跟施华在一起又觉得太贵了，为什么要吃那么贵？我觉得一直买单其实也反映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心里没有别人。和比如说朋友今天请客吃饭，他一定有他的原因，对呀，他一定有他想要付出的那一个享受幸福的那个快感。而你如果把单买掉了，其实你剥夺了这个朋友他今天的那一个心愿嘛，对，让朋友也会觉得压力很大，变得我们不是平等的了。对，你们之间就是跟家人相处有没有存在消费观不一样的时候？那遇到这个方面该怎么处理？比如说你会花这么多钱买这个，这叫什么？老胡不管，他不管。但是呢，我们俩以前确实是有过，就我们俩贫穷年代啊，就是他还是要吃，比如他也没有要吃好。他是认为要吃肉，我是觉得
只吃米面不就够了吗？就不要肉了。那你怎么样做呢？后来我们就是定预算嘛，然后我们可能等到他发钱的那一天，我们会有一顿去吃得好一点。但还是人就要算好，我们今天这顿饭不能超过多少。那段岁月你觉得有意思吗？有意思啊！但是我那个时候在日记上面非常清楚地写了一句话，我说每一天都好开心啊，就是没有钱。心灵很富足。心如呢？你有没有跟另一半产生过消费观的差异？还好哎，因为我们就是完全是财政独立的，都不过问的吗？当然，你不可能说你今天买一台车子我不知道，但其实小东西，比如说我今天买了一个包，买一套衣服，他当然也不会知道，而且他也没有概念那个会是多少钱。所以我觉得过得蛮开心的。那给小孩配置保险吗？你们两位也买，那这算是一定要。对，我有这个概念啊，一开始就先帮他规划好吧，然后以后他长大之后他自己可以怎么样去运用。我也意识到，就是刚才这个女生们都很担心，说我拜金啊，乱花钱，花大钱，爱花钱，对，爱花钱，就是跟钱有关的，他们就会赶紧辩解，但是他们男生都不辩解。说给自己花很多钱无所谓啊，我觉得很奇怪。女生爱花钱，就是你好会乱买东西什么什么，但男生花大钱呢，就表示他很会赚钱，以及他很义气花这个大钱。对对对，就这个有点感受完全不同。比如说在韩语里面有一个词叫大将女，意思是节衣缩食去买奢侈品的女孩，这是一个贬义词。那其实爱慕虚荣的男性肯定也有。但是甚至没有一个词来形容这样的男性啊，所以语言本身就在塑造我们对于我自己的感觉。所以这个我们在刚刚的片子里面看的就很明显，这个女生们都在辩解。对，而且好像就是一旦你说一个女生乱花钱、爱花钱，花的比挣得多什么的，你就会觉得是在影射这个女生，比如说不持家、不贤惠，没有规划的呢，好像乱花钱3个字背后隐藏了另外一种含义。我反而是这么觉得啊。你会花钱，也是对社会做贡献。所以我觉得你会赚会花，你整个流动起来，那才是你真正应该做的事情，促进经济发展。对。而且我真的是认为因为我热衷于这件事情，然后我踩很多坑，我可以分享给很多人，让别人看到了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它的价值又会放大。花了完之后，我都有经验，都可以分享给大家。哎，我有点讶异啊！说到操持家务那一段，然后购物那一段，然后就是大家都会以为他们不用在乎这一些。但是你知道吗？双11也是每一家的那个优惠都不一样，你要到处比价也是很烦，就好麻烦。这个问题呢，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建议。这个建议就是美团自营大药房。哇哦！因为啊，美团自营大药房双11全网低价不怕比，完全可以放心买好药。哇！你看啊，这样就为你节省了很多时间，你又不用做功课，然后比来比去，价格呢直接最优惠，同时呢也为你节省了非常多的精力，质量而且还有保证。太好了！我正好要给家人买一些常备药，我等一下就在美团自营大药房上下单。寄到酒店，我再带回去。好，这一季呢，我们在今天的讨论上呢又迈进了一步啊。那我们来看看，在这个环节上，大家还会暴露什么样的问题呢？一起往下看。离家好几天，也不知道孩子们在家里怎么样了。别担心了，你不是出发前给他们准备了那么多东西吗？生怕他们营养不够。说到营养，我前2天跟他们聊天的时候被分享了一个长个小高招。还是要抓住孩子长高的黄金期，要同时补充钙锌。补钙锌，我要选择口液体型的，孩子更易吸收，既能补钙促长高，同时补锌让孩子胃口好，不挑食。原来这里还有这么多学问呢，学会了，我们回去马上给他们安排上。安排。哇，这夜景这个点真的漂亮，好漂亮这个点。但晚上这个好看哦，城堡好浪漫哦。哇，好好看。Let's go, let's go。蓝调时刻，这应该就重新恋爱了吧？哦，我们就住在这儿啊。这里可以来一张。可以的。火车车厢，
好帅啊！那这个景好漂亮，还有嘉宾老师，我看不清是谁。Hello， 老师们好。哎呀，这个背影我就认出来了。老师好，热烈欢迎！哎呀，天哪！我活到60岁，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观点。你们几个都没有第三者吧？上海人民关注你们吗？这次来的好早啊！对。你是真觉得他没这个本事，还是打击他？你这么否定我吗？你连点起码的礼貌都没有吗？你是一天说你不好都不行吗？你为什么不赞美他呢？因为想让他花。对，我你有想钱吗？刚才你们家的钱都在谁那儿？你不想演戏是杨紫不让你演，还是你自己不愿意演？唯一一个办法解决就是你来表态，你去拍戏，我来带孩子。我觉得今天这个特别好，蔡明老师就是我心里的话。你们说的是有分量的。哇哦！两位大师，两位是特工队的，太强了。倪萍姐姐，我们小时候看大风车呀。你说看春晚还差不多吧？老师们好，我是美颜，是美颜啊，美颜，老师好，好看。要怪不叫美颜呢？我们是不然都。蔡明老师，我邓莎。哎，莎莎，我也认识你，那个。新妓女，新妓女，美人心，美人心计，美人心机。那个时候你和现在变化都不大呀。对，10多年前。真的，说明你过得挺好啊。蔡明老师在我的印象当中，他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喜剧的、非常搞笑的一个人。倪萍老师之前看过他很多上这些综艺节目，他都是作为一个大家长的一个形象出现的。我觉得他还是挺能够直接的看到每个人身上的问题和每个人身上的好。你好，我是李世华。李世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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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也认识你好，那个新闻主播，新闻主播，你好，你好，我是蔡崇建，教练啊，对，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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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有蔡老师你好，蔡老师你好，蔡老师你好，倪老师你好。哦，长得这么像个小外国孩儿啊，外国孩儿。倪老师说的是。来，咱们坐吧，咱们坐吧。哎，饿了，吃点东西吧。一起吃，一块儿吃，一块儿吃。肯定大家都饿了，吧？一边吃一边吃。好了，说，那你到了他们家，饿了。这不是莎莎，这个叫美颜。哎，美颜，美颜，你这好，先加最好吃的鱼。他是辣的，喜欢。我想吃辣的。你老家是哪儿啊？广州。广州人。广州吃辣。我住武汉。他是武汉的。哦，武汉。对，我说错了。到他们家吃辣，你正好赚了便宜了吧？但其实他妈妈是自己家里不怎么吃辣，因为我们家里都是北方人，都是东北的。哦，所以我来特别激动，就是二位老师在我们东北人的这种家庭观念里面，就是那种地位的存在感是不一样的。看我们戏长大的，看你们我就感觉看了自己家里的大姨一样。大姨二姨又来了，我们上一集就是大姨二姨，这次又是大姨二姨。我是大姑，她是二姑，有事儿有需求大姑二姑的说。大姑二姑是不客气的人。你们有孩子吗？有3个，3个女儿。哎呦，哎呀，太幸福了，真的是，我特别的感恩我老婆这个最大的保障。那她在你们家会不会就被宠成公主啊？那是包式的呀，她在我们家一直都是，特别是东北人，对儿媳妇呢好的。我婆婆我妈其实对我老婆比对我要现在好一些，其实因为她好了，我们全家都好。美颜，你这么重要在他们家？哎，你们家没有婆媳矛盾是吗？婆媳矛盾没有。那简直是太有福气了，先夸着。夫妻有矛盾，夫妻可以调整。谁哪夫妻没矛盾？没矛盾就不会在这儿了。他俩真的强。我看过你一段采访。什么采访？你说过，其实真正的爱情应该是拥有事业，同时拥有感情。是吧？你赞赏这样的。
爱情跟事业是可以同时的，女生是真的是比较厉害的，因为女生要工作也要生小孩，而且要美，之前要好，就大家对女生的要求特别高。但是呢，一定要找一个明白你的人。你俩现在就属于有事业，是，还就是也算有爱情。爱情你们好了几年？8年。8年，2016。你俩好了8年啊？中间好了又不好，又好又不好，是吗？8年当中他没有找任何女人，没有，你也没找任何男人，没有，他是很专一的，他是不会找别的人，他是非常非常专一，这个是。我觉得很难的，我对他非常有信心这一块，我不会怀疑他。这算不算一个很大的优点？很大的优点，很大的优点。对，他的缺点超过了这个吗？他说的话他做不到，他会骗我。哇，太会问了。这比较难办哈。对呀，就难了，所以我才来了。但是他这样的女孩，会找他的人很多，会娶她。当然哈，当然。但是你是觉得不一定比你好。来了。我觉得我还可以的，说真的。你觉得他找不到比你好的人？太厉害了。很难说吧，这个很危险了，你赶紧要努力啊！对，我的话你还听不出来，他很容易找到。一定的吧，他这么好，所以你要加把劲，把他抓回来。对，这样夹着，这样跑着。不是的，说就好了。其实我听的太多了，这会儿就不能说了。他肯定，我觉得他会改变的。是的，你肯定工作上不是这么一个人，不是，不然你做不成。对，工作是完全另外一个人，完全另外一个人。你们俩人都不吃饭吗？吃。你也吃点吧，你也没吃饭呢。看着他俩可惜呀，可惜，先吃完饭的可惜。哎呀，他俩上这儿来真。你不吃，人也不敢吃。好，蔡明老师太好玩了，节奏感绝了。是，你为什么要低成那个样子？我怕挡光啊，没事，怕挡着你们光，你们聊天。鱼，你弄那佐料干嘛呀？挺佐料好吃。你还小，长身体，多吃点。你是这里边最小的吧？他小，他98年的，但是人家很了不起呀，人3个孩子的母亲。对呀，而且他恢复的一点都对，就因为小。恢复确实会快一些。太快了，谁能相信你有从这一点来说，你有无数个错误。我们都应该原谅啊！真的，他这么小，这几年不断的没干别的吧？都生孩子去了，怀孕、生孩子、坐月子，然后很快，你们又怀上了，好厉害，厉害！我这又想起咱们中国老话叫“清官难断家务事儿”，谁家没有一个人能说明白怎么回事了？所以咱们先玩个小游戏哈。通过这个小游戏，咱们不是一个人手里现在已经有3张牌哈。好，你们就每个人开始写3件你最委屈的事儿。写完了之后，1件事儿你说完了，然后你媳妇儿说，大家一块儿评一下，他们当中谁更委屈？输的那一方当众向对方道歉。你怎么一下子眉头就皱了？因为没什么委屈，就是因为我不记仇，都忘了哈。那你随便写。那你想想自己委屈的事儿。有。资深主持人马上就自然的开始。丝滑过瘾。写完了。来，你们俩先说。你先说。那我先说。一张一张来吗？一张一张来。那你抽一张吧。你抽一张吧。哎呀，你觉得3张都是最委屈的事儿吧？我先看一眼。都挺委屈的。他是这样的，因为他原生家庭成长环境点，为什么把我的伤痛当谈资？这啥意思？我有一个底下算是一个，上面是他曾经说过的话，他对外人说过的话，下面是我的感受。在哪说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店里吧，然后他朋友来找他，当时就是他们在聊天嘛，然
然后我其实有点不太记得了，我过去了可能说了一句什么话，然后他就跟他的朋友解释我说，哎，他是这样的，因为他小时候什么原生家庭不太好，长大上学给同学欺负不太顺利，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人了，就是这样子。但我是觉得这个东西，你之所以会知道我原生家庭怎么样，我以前是不太快乐的经历，是因为你是我老公，所以我愿意跟你分享。但是你为什么跟一个我当时是第一次见的朋友，就这样随口而出的就。你当时没跟他急？我当时因为他的朋友在，我不想翻脸，我就走了，我就跟着我朋友走了。但是当下我的感受，我非常的难受。跟他朋友们就是那样子说我觉得他在潜意识里面有一点点他意识不到的问题，太过于自大，甚至可以说是他为了显得他特别的包容，他会默默的隐性的去踩一下你，他会很真诚的告诉你我没有踩你，但其实这个话里面别人听到的也会觉得说，我这个人原先怎么不太好，才会导致现在有这些问题。但这也不是我想让不熟的人知道的东西。你觉得这是很委屈？我可以理解。这是我最亲密的人才知道的东西。这小梁不对。对，我对不起，我要真诚向你道歉。原生家庭的事情，其实这个点我确实做得不好。走得特别近的兄弟跟我在喝酒，然后问我4月份那个新闻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在我看来，就是因为底层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其实那些东西我不应该跟他们说，但是我不跟他们说，他们怎么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我能懂，这是他心里面的软肋，是他的逆鳞，是不能触碰的东西。但是在我看来，你越是害怕、恐惧面对的东西，你就真的要去面对，不然你永远无法战胜它，也不可能变好。什么呀，歪理？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们两个的其实平时我们没有什么矛盾，我们别的东西都挺和谐。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沟通成本是非常高的，就是互相说不明白。可能同一个事情，我看到的视角是这样的，我坚信我是对的，符合客观事实；他看到的视角是那样的，他坚信他的是符合客观事实的。你们生孩子之前就是这种状态吗？你们认识就这样吗？生孩子怀孕之后吧。怀孕之后，怀孕之前都还好。其实我们俩，但我们谈恋爱的时间也比较短。短到其实我们可能在一起4个月之后就怀孕了，就查出怀孕了。就太不了解了。那4个月你们是从来没有吵过？有点小毛病，就是大家也都是这样得过且过，就是这样。得过且过，只要是他让着你，你让着他，是从来没有毛病。没有吧？就是我印象说那个时候是一次都没有吵。可能我有点什么不舒服，撒个娇的方式跟他一说就通了。那为什么不延续呢？对呀，因为在我看来，我觉得女生会在刚刚在一起的时候，她不会把一切东西不好的东西暴露出来给到你看，很正常，3个月嘛。恋爱的时候都这样。对呀，都这样，我觉得很正常。那时候都美好。然后我们可能就很快了，然后就怀上宝宝了。怀上宝宝之后，这种种东西就如潮水般汹涌而来。跟这个身体反应有关系吗？就是你孕期反应大吗？我觉得是有影响的，但他可能无法理解那个时候，他也是第一次当爸爸。那个时候我怀双胞胎第一胎的时候，而且这个也跟我下一条有关系。那该小梁说了。然后我这个，因为我不太记仇，然后这个是我唯一的少数能记得到的几个事情。其实就是前1、2个月，我们不是有一个小店嘛，做的一个小客厅。然后有一次我们办了一个街舞活动，来了20、30个舞者，大家分别在跳舞。在排舞的时候呢，我老婆跟我说：“你们去小包厢里面待着。”上一集说过了。我说先让他排，连说了5个，让他排。当着20、30个人的面就开始吼，说了很多难听话。然后让我道歉，然后我马上意识到了，我说完了，这场面我得收场，然后我就拿麦克风，我就给他当众道歉，我说对不起，然后他反正就是一直说，你说就是这样，然后说完了他也不解恨，我就跑到另外一个房间里面去跟另外一个舞者老师待在一块儿，他又追进来，又继续骂了我5、6分钟，我也没吭声。然后，而且他那个攻击点是什么？就是我跟他道歉，他会说你在这装什么好人啊？你在这装什么啊？我怎么说也不好使。他只要情绪上来，我很难哄。
又是他们的第一张牌，谁更委屈？我觉得他俩这事儿都挺委屈的。那我可以对他的事情做出一个见解的表达吗？不，我不行，我们听就行。他在现场说这个时候，我觉得怎么会有人记忆完全是乱的？但是他好像真的觉得事情就是那样子的。他说我让他20多个人挤到小包厢，我的原话是大包厢拍照比较好看，你们去大包厢拍。他突然间是他拍着我们吧台的铁桌子拍桌起，你到底想要怎样？是他先在当众对我大吼，他说的是。他先拿麦克风跟我道歉，我再去大包厢追击，他整个顺序也是完全颠倒的。顺序是怎样呢？他喊完了之后就被舞蹈老师给带走了，带去了大包厢跟他聊天。然后这个时候我会走到大包厢，你既然要吵，那我就跟你吵。然后他说 I'm sorry，I'm sorry， 就开始好像很不真诚的歉。我说你莫名其妙，明明是你先调节着，你先在那发火的，为什么搞得好像我在怎么莫名其妙的攻击你？过了一会儿你还在气啊？怎么才能消气呢？那请你当众跟大家道歉，然后才到他说的拿着麦克风跟大家说，哎，不好意思啊，今天这个情况我跟我老婆道歉。整个事情顺序就是这样子的，我当时没有可以讲出来的机会，所以这也导致了后面老师们对我的理解是那样子的，因为老师们的表达和理解是基于他的陈述。听的时候我觉得说完了，我变成一个坏小孩了，老师们的印象我是一个小作精，我是个坏人坏蛋了，是一个很奇怪的人。这个故事我都已经可以跟别人背出来了。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应该解决互相尊重的问题。如果相互尊重，这两个事儿都不会发生。对，就是在外人面前要给彼此面子。所以他们俩这个事都是可以避免的。哎，你俩是不是在家里就这样？在家里就更严重，因为没有外人，我们是收不了场的。我看是在外头都这样，在家里不疯了。对，你们这个要解决的，真的这就已经成为习惯了。这是个特别不好的习惯。你俩敢在这儿打吗？他每天都吵的，他每天都吵的。看了2天了，我们他们吵过啊？当你们吵过啊？吵一样的事情，他们吵了2天了，2天一模一样的内容。Anson 这个时候表达好清楚，今天很好啊，所以你们对，这确实你们俩互相伤害。老师说的特别对，你们是爱人，你们不是仇人。爱人伤的才深呢，而且是3个孩子的爱人啊！哎呀，不敢这样放纵自己。3个小天使的爸爸妈妈，说到家你俩这么放纵自己，太放纵了。哎，就像你当众人就告诉他原生家庭就这样，你别理他。小梁，你这个你说他这个是拿心扎刀的，拿刀扎心的，气得蔡老师都话都不会说了。因为这个是他不能提的事儿。每个人都有自己不能碰的很软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很痛的，很疼的。因为你是他的丈夫，他才把最软的地方给你亮给你。是，没错。你不能在别人面前，给他一下子，但是好软啊，咔给一下子，那个地方是不能碰的，你知道吧？那个地方是你要用你一辈子来保护他的。就是你过去受的这委屈，你认识了我以后，你再不会受这样的委屈了。好，你俩觉得这个谁应该向谁道歉？我应该道歉，互相道个歉吧。我觉得这事儿真的应该互相道个歉。互相道个歉，同意彼此道歉的举手。同意哈。对不起，对不起。没事没事。哎呀，多好！是我的。我觉得美妍好委屈。来，先赶快第2张吧。我写的是因为我自己一个人来到武汉成为妈妈，但是却得不到最亲爱的人的理解。
就是那个时候，我不单只是说怀孕，而且我是因为跟他结婚，所以自己去到了武汉，那里没有我的朋友，没有我的亲人，没有自己的圈子，什么都没有，一切重新开始啊！而且我就直接从一个小女孩，砰，变成了妈妈，然后进入婚姻，就是这些新的东西砰砰砰的向我砸来，然后在那1年的时间里，他好像无法跟我感同身受，无法去站在我的角度去思考。真实的孤独和内心也感觉到孤单，就是这种委屈。在武汉，他是你的唯一。是的，可以说去到了武汉以后，他是我最能依靠的人。可是跟我反而最别扭的也是他那段时间。小梁。因为我的记忆有限啊，就是能记得都是一些他经常帮我回忆的事儿。4月份有一回，我们俩反正就吵挺凶的，我就躲到隔壁宝宝那边的房间去了，同一层另外的宝宝正好他们也不在家，然后他气不过就发了一个很糟糕的朋友圈，为了报复我，他的本意只是想发个朋友圈宣泄一下怒火，可那个时候我真的已经是受不了了，我很累，我就睡着了，我也没看着。然后被就中午起来，他就过来敲门，她老公对不起，然后他说怎么回事？你挂上热搜了。完了就这个事儿，完了就因为这个事儿嘛，就那个4月份之后，我的工作基本上就大概率全都断掉了，没有什么工作了，我们家庭的大概率的开支啊也就没有了。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啊。你委屈的点在哪？我委屈的点就是我在为我们全家7口人 ，everybody 要吃饭，我在辛苦的赚钱，而且我要照顾你们每个人的情绪。但他现在好像也不知道这事情的严重性。你是因为这个事儿上热搜，你没有工作了开始？那是一定的，那演员最经不住的这个。你知道后果吗？当时在情绪里的时候不知道后果。哎呦，他俩这还真不太好，这不好办了。大家觉得这是谁更委屈？我觉得在那个阶段，确实美颜这个需要，就是男生去理解你。但我觉得梁松这个事儿有点致命，也会延续，它不光是这一次。因为我是演员，我知道这个热搜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是非常影响到。可以把你整个事业都没，对，很严重，所以这个我觉得 T 松会更委屈。我很同情你，可是你这样做，他也没有工作，对吗？我觉得是打平吧。我觉得我的心痛他，因为他一个人嘛，从广州到武汉。但是还可以的，可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游戏设计的特别好，特别有意思。这就是家庭，家庭你真正的说，你绝对的错，你绝对的对，其实要真正往深里挖，每一个事儿都没有单独的，没有，全是连带着，后面一大堆问题，给他逼成这样，你有问题。反过来，你这个就是把他害了，就把你们全家连你自己害，都有责任。对。就是一个小傻瓜做的事儿，这是一个他的对手，你像对手派来的特务害他，特务，你知道吧？他的对手想跟他竞争，竞争不过他，派你把他灭了。这个，但是我觉得你们俩这么吵下去的结局啊，还真的不是离婚的问题。我这么跟你说吧，对，真的很危险。捏着手雷在这儿玩火呢。有个特别知名的学者，他导师跟他说，婚姻幸福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没想到几个月之后，他的导师就走了，婚姻折磨的。病源是情绪不好。然后还有一个老奶奶102岁，她说我们俩为什么都活这么长，就是因为她这一辈子没有大声的跟我说过一句话。
你们俩这样的结局活不长，意思就是是吧？这么长，我没这么说啊。你们有了孩子，3个孩子的人没有权利这样拿彼此不当回事儿。真棒！说重话了。你以后能做出这样的事，下次还要比这个再严重。你把他毁了，就直接毁你3个孩子。我理智下来这些，我是突然间反应过来的。太作了，理智啊！你们俩都太作了。不要动不动就发脾气。No 做 No 对。是。他有很多对不起你的地方，但是你这种方式不能逼着他改变，只能他内在的暴躁。有一天，我不骗你，他暴躁的病倒了嘛，我先呸，你就傻了。其实我说的非常严重，你们肯定不会走到这一步，但是得有一定的规矩。你们俩就放纵到了，你们还跟婆婆说，我要是你婆婆哈，我都心脏都住6回医院了，真受不了，我哭了。有脾气，回家好好念念书，读书，好多问题吧就会发现是我错了。他有不对的地方，对不对？你比人大11岁，那么小一小丫头，你真的在这儿要好好保护她的，是吧？像丈夫，像哥哥。梁松真的感觉不到跟贺媚妍差11岁，我感觉他们俩差不多。对，所以所有的事都可以往好的去努力的，孩子。所有的事都可以往好的去努力的，孩子。我确实有的时候会被表面的东西给带走，但我自己心里其实我知道，我作为一个丈夫应该要做什么东西。有时候空确实幼稚了，就是幼稚了。我会把自己揪出来跟我自己讲话，我说你不要被他带走。我真的很在乎我们这个家，这个家比我这辈子其他的东西都重要。我做的都这么糟糕，我说其实真的很愧疚你，很愧。然后今年大姨二姨跟你说这个，我第一次感觉到你有再听进去一些东西，我感觉就是有救了我。谢谢大家，真的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小豆。蔡明老师讲了一个词儿，就是尊重，就是这个词儿一下子，哎呦，给我有点点通。他会来攻击我，这个说白了是什么？完全不尊重我，对我也是。那如果是我足够100%的尊重他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也把我自己再压一压？再加上那些老师们帮我说话呀，我感觉我好像这些年的坚持啊，那些委屈，突然有了一个结果，突然一下子这个事儿清晰了。这件事情我跟你道歉，对不起。然后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尊重。就说实话，我以前都觉得面子就是一个虚的东西什么，但是我今天才真的意识到，就是尤其是夫妻2个彼此之间的这个东西，它很有必要，它不是那些所谓的虚的。我打他相当于也是在打我自己，真的很对不起。我觉得我以后今天的话我会好好消化一下，以
然后公众场合上面这种事情，我都会在三思而后行。对不起，哥哥。真好。哎，搞沉重了，不好意思。没有。像我说的，小火苗不起来了，拿把沙土给它，给它灭了它，现在给灭了它。别让它着起来，着起来再扑，不是说扑不灭，不好扑了。哇，哎呀，哟，那2个老师真吓人啊，太强了。这个年龄啊，阅历啊，这没办法了。对，看得好过瘾哦。对，来聊聊那个美妍跟梁松梁松他们2个的委屈，甚至落泪了。包括2位老师，还有诗画好像也哭了，还有胡老师也哭了，这位也哭了。然后今天大姨二姨跟你说这个，我第一次感觉到，你又再听进去一些东西，我感觉就是有救了我。你第一个抽纸的是为什么？是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是梁松，其实这是他的一个到现在为止都无法解开的结。我不知道美妍是不是真的感受到这件事情对于梁松的重要性，可能内心他会有一些想要去躲避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也有可能。而且我觉得再见爱人也很棒的原因是梁松之前犯的那个错误，然后就真的对他的事业就巨大的影响，是毁灭性的。然后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他们俩是有一些是冤情在里面，不是这么回事，对，不是这么回事的，可以有一个解释的机会。我觉得这所有的一切促进了他们这个动力。然后我觉得梁松那一刻真的是在被理解的过程中，他突然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而那一刻的成长好像是瞬间的，而这个东西特别打动我。我感觉其实今天梁松他有一点点温暖，因为他终于不是用那个暴怒来表达他的情绪。今天到现在还没有吵架哎，不容易，都有压下来了。是的。就梁松那个上热搜的事件，对2个人都有特别大的影响。其实你看那个美妍，她是一个正常情况下甜甜的，对不对？小豆豆、哥哥什么，然后突然有的时候他就会。如果对方有一点点不满意，他马上要追究到底，就他的敏感度非常高，是因为他没有安全感。美妍这个没有安全感，第一他在家里经济没有他掌握，第二他觉得那件事情做得太厉害了，他会觉得他担心会失去他。对，这是根基上动了，好像。对，这个东西就是永远是我心里的一根刺一样，就是扎在那儿。我觉得何美妍给我感觉真的就是捅了个大娄子，对，不是故意的，绝对不是故意的，也没有恶意，自己也很后悔。对。关于这一段，我也有一点想补充的地方，不是针对他们2口子啊。这个事件本身，如果这是真的是一个被家暴的女人，这个上了热搜，这个男人就会失去工作，这个事情本身是好的事情。这就告诉人们，你不要家暴，警示。对，这是一个警示。要有更好的、更完整的司法证据，不能滥用公众舆论。我认为这个是需要的。这一刻呢，老师们也说了美妍这些情况，这里面它隐含着一个信息，就是家丑不外扬，我们自己把它解决好。当然，我现在要讲的不是他们家这个情况，家丑不外扬这样的一种信息的一种舆论的倾向，它其实是会成为这些施权者进一步施权的条件，因为它将会由于这样的一种要求失去了舆论的援助。就是你只要出去说，越来越孤立，对你就是家丑外扬，你就先错。这个在我的案例里面是太常见了，他们会首先的，说我不能出去说，甚至我的妈妈都跟我说你干嘛出来，甚至是家里人说你养好伤再回来。家丑不外扬的这样的一个普遍的舆论要求，它是会让这些施权者进一步施权的。我觉得梁松跟美妍
有一点好，就是他们很愿意沟通，只不过他们沟通的方式是通过吵架来完成的，起点太低了，沟的一些非常无用的通。对，而且我觉得他们两个比较真，很能够真实的表达自我，不是这么藏着掖着的那种感觉。还是年轻。哎，我们别忘了还有一对没说委屈的，诗画和安生还没有答那个，还没说。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好不好？来，走起来。该你俩了。真的是每一次我说这个我都会哭。我要是他妈妈丈母娘哈，我坚决不让我女儿嫁给你。对不起，错哪儿了？说啊，错哪了？我说呢，说呀说呀，更不能跟着他。8年都没醒悟过来，人生有几个8年呢？蔡老师说的太对了。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有点心流血啊。比如说美颜，要是不爱哈，有孩子也可以分手。李老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我会幸福吗？啊，我觉得你会。哇，好直接，这么聊天呢？李老师，你太厉害了，真的，你什么都看透了。秋冬感冒、流感防不胜防，要为全家人做好健康攻略。像宝宝的感冒药、退烧的布洛芬、流感的特效药、止咳的川贝枇杷膏等家庭常用药，我都上美团买药。现在能领88元健康补贴，拿不准吃什么药时，还可以在线问医生，更方便更省钱。滴滴答答，时针一响，都很冷酷。最初我们结束这相处，而我此刻却拿不住你眼泪的去处，就尴尬说出，要不我们再处一处。我想我也可以和我的宿命耍赖，这一次别太快，太快承认我们的草率。我的世界经得住你10000次毁坏，我之外你别再做的所有承诺又被时间一一打败，谁不是小孩？我想我也可以和我的宿命耍赖，这一次别太快，太快承认我们的草率。我的世界经得住你10000次毁坏，我之外你别再做的所有承诺又被时间一一打败，谁不是小孩？小孩。